他右手一翻，那一颗善意光球竟然还在。来吧，大法师温声道，给我一点你的恶念，我给你演示一个很有深度的把戏，一点就够了。滚！配合下嘛，真的很有趣。呸！大法师满头的黑线。远处李长寿仰头看着天空，长长叹了一口气，又看着表情复杂的7位道门高手，正色道，师兄多争取了斩查时间，比预料的要早制住恶之化身。各位，我与云霄仙子去助娘娘释放其他化身，还请静待时机。众仙尽皆称善，各自屏息凝神。李长寿对云霄仙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个人相视而笑，一同化作流光，朝着远离小恶女的方向飞出数千里。云霄掌托混元金斗，将小哀缓缓放出，一缕缕水声流动，下方的熔岩之地迅速凝固，化作了一片小小的银色湖泊。小哀静静地坐在湖中央，蜷缩双腿，抱着膝盖，埋头轻轻啜泣。这一片天地间顿时响起了阵阵的呜咽声。云霄仙子站在空中，仙指轻轻扫过，空中洒下了一只只粉色花瓣。李长寿站在小哀身侧，袖口中飞出了一只只纸人，这几只纸人拿起刀枪剑戟，在小哀身侧蹦跳对打，发出一阵阵呜哇的叫喊。几只纸人化作了身着宫装的仙子乐师，吹拉弹唱起了轻快的节奏。等了一阵儿，小哀歪着头看着那几只剪纸小人的打戏，略微有些出神。李长寿温声道，黑布掉了。小哀下意识地抱紧了怀中的宝珠，其上的黑布却在缓缓消散。他紧紧闭着眼，不敢去看其内的情形，直到那一道道金光透过他薄薄的眼皮儿，他这才小心翼翼地睁开双眸，注视着宝珠之中的情形。一点点流光飞出，在小哀的眼中化作了他开心的笑，微笑、大笑、回眸、腼腆。真的是欢愉啊！小哀抿了抿嘴唇，低声呢喃着，嘴角不自觉展露出少许笑意。李长寿的手指自侧旁点来，伴着一声抱歉，指尖温柔地点落在了小哀的额头。两人身影同时出现了一抹奇妙的道韵，大地轻轻晃动，星空之中星光大作，这片天地间突然出现了4道光柱，光柱照开了整个天地。数千里之外，广成子一声轻喝，现身了。众仙立刻就要前行，但耳旁突然听到了一声娇笑，一团粉色烟雾在周遭飘荡。6位道门高手同时皱眉，贫道来应对。玉鼎真人向前踏出2步，有些普通的面容上满是庄严肃穆，右手托起他那口玉鼎，玉鼎之上绽放出道道光芒。广成子、多宝道人、金陵圣母、赵公明、太乙真人各自化作流光，朝天边光柱分头赶去。那玉之化身立刻就要发难，玉鼎真人口中轻喝，周遭响起了阵阵诵经声。那一团粉色烟雾被迫汇聚，直接凝成了玉之化身的倩影。玉鼎真人记起玉鼎，口中道：道友，还请过我这关。就凭你。玉之化身嘴角轻撇，不慌不忙看向各处。看来你们确实是要灭杀我们了，亏我此前还对你们留了情面，觉得杀了你们也没有什么意思。但今日，你渴望什么？微风荡漾，玉之化身诡异地消失不见。玉鼎真人缓声道：自在化生，方正圆融。那口玉鼎光芒大作，玉之化身的身影再现。他就在玉鼎真人身前，向前探出的仙指，距离玉鼎真人只差3寸，但是身形却无法再前进半分。玉之化身的面容明显有少许错愕。
你竟能挡我！七情拆解，无非心印，六欲所指，皆由心生。玉鼎真人缓缓闭上双眼，周遭诵经声大作，那口玉鼎出现在玉之化身头顶，撒下道道玉芒，将他直接困在原地。这口鼎便是贫道的道心。玉鼎轻轻颤鸣，玉之化身双手抱住额头，有些痛苦地蹲了下去。他竟然被缓缓地压制了。千里之外，目睹这一幕的李长寿略有体会，这位玉鼎真人修行的竟是这般极难修成的心玉之道，怪不得能被广成子带来此地。对玉之化身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天客呀。最担心的隐患消散了，李长寿心神收回了一些，低头看着正抱着那一颗宝珠抽泣的小哀，笑道：已经无事了。你竟如此对我，我太惨了，还被当做了释放其他化身的法器。云霄仙子自空中缓缓落下，抬手轻轻抚着小哀的额头。云霄指尖溢出了一缕缕云雾，缠绕在小哀身周。这些云雾宛若一只只柔荑，帮小哀按捏，让她放缓精神。李长寿笑道：我给两位表演一段戏剧如何？当下他袖中飞出了2具纸道人，化作了2个道士，开始演绎一段此前编好的洪荒相声。为了能让小哀开心起来，李长寿已经是把应付女娲娘娘的杀手锏都提前用上了。云霄直接施展玄妙术法，抚慰小哀的道心，用自身的温柔给小哀空虚的内心以慰藉。看远处，巨之化身被包裹在一团黑气中，像是一个矛盾的两面体。一面是卑微怯弱，内心满是惊恐的柔弱生灵，一面是不断怒吼咆哮，要将恐惧扩散给一切生灵的恐惧之魔。但他能够将2个矛盾的情绪完全融合。外层是一个无比恐怖、被黑烟包裹的恐惧之魔，但在魔的内部却又是一个柔弱又畏惧一切的胆小鬼。赵大爷自是浑然无惧，定海神珠直接定住这个战力不算多强的巨之化身。赵公明直接将黑气打散，凑到巨之化身面前，在背后拿出了李长寿给的法宝。闭眼！赵大爷冷声轻喝，巨之化身下意识地闭上双眼，但是又立刻睁开。眼前那蓄着胡须、身穿战甲的仙人，此刻竟然变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鬼。这巨之化身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差点被吓昏过去。赵大爷将面具摘下，嘿嘿一笑，喃喃道：老弟说的对啊，这个最是好对付。然后他开始准备其他的面具。与此同时，太乙真人与广成子一同出手，将怒之化身镇压在了另外一处角落。翻天印化作一座山岳，将那看起来不过是14、15岁的金发少女给压制住，只让她露出一个脑袋来。广成子道：去吧，太乙师弟。太乙真人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大师兄，你确定等会儿你镇压得住？自然。广成子含笑道了一句，有一种浓郁的高手风范。太乙真人点点头，双手揣在红袍袖中，向前走了2步，与那小恶女小哀长相相似的金发少女顿时用一双满是愤怒的双眸死死地盯着太乙真人。但是太乙真人真的是只走了2步又退了回来。广成子纳闷道：师弟为何回退？这个化身也太弱了。太乙真人摇摇头：要不咱们放了他去对付其他化身吧，欺负这种小不点儿也没意思。你说谁是小不点儿？怒之化身怒声质问，他浑身金光大作，身上压着的翻天印都在不断的颤抖。太乙真人嗤的一笑，悠然道：就你这般还不是小不点儿吗？在人族俗世，你这便是黄毛丫头罢了。身为大德厚土的化身，真的不以自身为耻吗？
你看看人家玉。金发少女浑身上下突然出现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身周金光涌动，背后出现了一条条玉臂，翻天印竟然被缓缓推起。你说谁是小不点儿？太乙真人脚下一滑，站在了自家大师兄背后，讪笑了一声。别自卑，相信自己，你以后会长大的，不是还有变形术什么的。怒之化身一声厉笑，翻天印骤然被顶翻，广成子提剑向前，与暴走的怒之化身激战成一团。而目睹了这一幕的李长寿，此刻竟然开始担忧了起来。就太乙真人这张嘴啊，产结两教只要一碰上，没事也能打个血流成河。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了一支竹签，竹签上的红线已经即将走到最底部，已沉实了。而此时唯一的难点就在金陵圣母处了。这一片小世界的遥远角落，金陵圣母跪坐在沙丘上，纤手扶着额头。金陵圣母美的清冷，生的清秀，自身又是通天教主亲传弟子，有众多厉害灵宝傍身。平日里走到哪儿都是冷着个俏脸，三界也都流传着她不喜言笑的传言。本来金陵圣母被请来地府帮忙处置后土娘娘的七情化身危机，已经是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可她这3日听那一位人教新崛起的圣人弟子天庭水神不断讲解计划的各种细节，还安排她练习一些特殊的术法。金陵圣母渐渐地发现，这个水神是真的稳啊，做事竟然能够考虑到这种程度，一点细节都不肯放过。而自己这一次好像是来错地方了，这儿根本无架可打。此刻太乙真人已经开始被后土怒之化身追杀了，其他各处的道门高手都已经与七情化身交手，整个计划在稳步推进。金陵圣母此刻需要面对的却是2个粉雕玉琢的女童，对方那期待的目光，那懂事的眼神，他负责的这2具七情化身根本就没有与他斗法的半点意思。赶来此地时，2位女童已经是乖巧的聚集在一起，开口就是一句：你是来帮助我们快速长大的姐姐吗？差点让金陵圣母的道心都融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这是喜之化身与爱之化身，是七情之中的善。也正是因为他们2人力量太弱，善与恶太强，七情之力才会失衡，才会诞生七情化身。而此时万不能让爱与喜，恶与爱碰面，不然这2个小家伙会被直接同化，后土娘娘真的会融于七情的深渊中，再无法救回。地面出现了一口土洞，多宝道人自其中跳了出来，催促道：金陵师妹，怎么样了？时辰就快到了。罢了，不管了。金陵圣母轻轻咬了一下嘴唇，突然双手作爪，俏脸做出鬼脸，对这2个女童凶恶恶的哇呜一声。2个女童先是相互抱紧，而后齐齐大笑，抱着笑成了一团。金陵圣母不断地扮起鬼脸，2个女童笑的是前俯后仰，竟然同时开始缓缓长高。侧旁多宝道人皱眉看着这一幕，看着卖力表演的金陵圣母，心底是一阵感慨呀。哎呀，我倒是从不知师妹竟还有这般一面，本就觉得金陵师妹唯有道心相伴，是个道心坚如磐石的凶狠性子，没想到，师妹竟然做到了这一步，我这个做师兄的岂能袖手旁观？看好了！大手一挥，漫天宝光闪耀，一堆堆灵宝在周遭闪烁光亮。2个女童发出了哇哦的赞叹声。多宝道人忍住脱掉道袍的冲动，身形一跃而起，在宝物堆中开始仰泳蝶泳，有些微胖的身子不断地晃动。那2个女童再次笑作一团，这一次却是喜生长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但是金陵圣母依然是忍不住暗自皱眉，似乎来不及了。此时这2位七情化身提升得太慢了，距离李长寿定下的七情共振时刻已经不足半个时辰。咚咚锵，
锣鼓声。后土娘娘长安！后土娘娘与天地同寿啊！突然间，金灵圣母和多宝道人听到了一阵阵嘈杂且热闹的呼喊声。这是……两个人同时抬头看去，却见空中出现了一条星河，星河中飘来了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径直朝着2名女童汇聚，每一点星光中都蕴含着一幅相似的画面。烦闹的凡俗城池，夹道欢迎的男女老少，一尊尊不大不小的泥像被高高举起。泥像前，一名名少女赤足前行，洒落片片花瓣。泥像后，唢呐大鼓铜锣梆子卖力敲打着轻松欢快的旋律。辰时1刻，南赡部洲，但凡有海神教神庙之地，一尊尊后土神像被抬上街头。此前2日，整个海神教完全运转起来，宣扬大德后土的事迹，让各地信众于今日此时汇聚于附近的城池，同时庆祝。一声声祝福，一点点祈愿。长安、长宁、长乐，天地同寿，与世长宁。2个女童站在这洒落的星光中，愣愣地看着，各自有些出神。一点点光芒汇入她们身体，2个人缓缓变化。随着星光不断落下，渐渐长大，化为少女，各自擦着眼泪，在那儿开心地笑着。金灵圣母松了一口气，跪坐在沙丘上，含笑感受着这一幕的情形。多宝道人哈哈大笑起声，收起漫天的灵宝，对着李长寿投去了赞叹的目光。很快，这2道七情化身暂时获得了与其他化身分庭抗礼的力量。李长寿看着掌心的竹条，红线已经触碰到了底部，时辰到了。